俄罗斯高层揭秘，普京犯下了重大战略失误，3天拿下基辅。在2022年的春天，这句口号被俄罗斯官员喊得震天响。结果呢，3年多过去了，不仅基辅没拿下来，俄罗斯还深陷战争泥潭。在这个时间点，一位俄罗斯陆军的大人物点破了克宫一直在回避的事实，几乎是公开指责普京你犯罪了。那么在乌俄战争中，普京犯下了什么错误？战争为什么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俄罗斯内部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实话了。前陆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·齐尔金上将毫不忌讳地表示，俄军和几百年前一样，低估了敌人，也高估了自己。从表面上来看，齐尔金这番话相当于给前线士兵表现差找个借口，实际上这是公开指责普京你犯下了重大战略失误。问题在于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俄军内部很膨胀，普京也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二，打一个乌克兰轻轻松松。火力军只能说这误会大了。普京上台后对俄军进行了多次现代化改革，在局部冲突中表现的确不错，对车臣叛军重拳出击，并不确认收复克里米亚，暴揍格鲁吉亚，5天就结束战斗，还顺手保卫了叙利亚阿萨德政府，连战连捷。普京直接就飘了，觉得自己已经练成了绝世神功。只是2022年的乌俄战争直接把俄军打回了原形，大家突然发现这军事强国的名头有一半是吹出来的。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，普京要背一半的锅。按照齐尔金的说法，俄罗斯的情报系统里全是马屁精，如果要打分的话，直接就是不及格。齐尔金表示，我们原以为会有 70% 的乌克兰人站在我们这边，只有 30% 的人反对我们，但结果却恰恰相反。乌俄战争爆发之后，情报部门给普京递上去的报告全是哄老板开心的，他们向克里姆林宫保证，只要俄罗斯大军一到，乌克兰老百姓就会拿着鲜花和面包夹道欢迎，连哪条街适合阅兵都规划好了。结果一打起来，前线俄军傻眼了，那 70% 的人不仅没送花，反而是拿着燃烧瓶和反坦克导弹在那儿等着。那些在开战后自发成立民兵的，不是训练有素的特种兵，而是钻井工人、小学老师、网约车司机。这些平民没有一丁点军事背景，却硬是拿着武器扑上前线，成了最顽强的后备力量。俄军被干了一个措手不及。2023年的时候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了乌克兰人权状况报告，明确指出俄罗斯战前情报评估存在重大偏差，直接导致了初期作战计划的混乱。情报错误就算了，俄罗斯也误会了自己的实力。俄军对乌克兰实力的判断还停留在2014年，当年拿克里米亚太顺手了，支持东乌民兵，拿着简陋武器都能重创乌克兰政府军。俄军高层有了一个定性思维，我们正规军上去那还不是降维打击。再加上在格鲁吉亚和叙利亚的速胜，让俄军一下子冲昏了头脑。普京认为只要开战后直插基辅，动用大规模装甲部队，搞个快速穿插包围，乌克兰政府就会光速投降。事实证明，俄罗斯想多了。从2018年开始，乌克兰就开始接受北约的全套培训，北约教官按照自己的标准，手把手地重塑了乌克兰军队。加上星链的加持，乌军对俄军的部署和动向看得比俄军自己还清楚。虽然乌军的信息化还没完全到位，但在北约的扶持下，战斗力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最典型的就是安东诺夫机场之战，俄军最精锐的空降兵本想搞个神兵天降，结果落地就进了包围圈，被精准截获伏击，拿下机场的计划就此流产，也直接宣判了3天拿下基辅，彻底胎死腹中。俄罗斯这边因为之前的成功经验，让俄军觉得找到了现代战争的通关密码，于是到了乌克兰，俄军想都没想，直接把130多个合成营撒了进去，结果火力密度被严重稀释，这就好比往大海里撒了一把胡椒面，根本呛不着人。后勤也出现严重的问题，反而是乌军利用内线优势，集中兵力火力对落单的俄军合成营进行包围。齐尔金说得很直接，我们还以为打乌克兰跟2008年打格鲁吉亚一样容易，结果是一脚踢在了钢板上，把脚给踢折了。这2点的误判直接导致乌俄战争从最初预想的闪电战成为现在的堑壕战。当然，以上这2点普京还能甩锅，情报失误与俄军高层误判自己的实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下一个问题，普京想甩锅都没法甩。纵观乌俄战局的发展，普京是既要又要还要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普京想搞闪电战，一波直接带走，结果发现踢不动，然后又想谈判，大家坐下来划分一下地盘，只能说想得真美。在美欧的帮助下，乌克兰不仅没有放弃抵抗，反而爆发出了强大的实力，双方开始在前线僵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普京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依旧想着逼迫乌克兰谈判，这就导致俄罗斯无法下定决心彻底梭哈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动员，俄罗斯这边直到2022年9月，前线士兵换了一轮又一轮才启动部分动员，拉了30万预备役前线，
而这些预备役人员很多只训练了3周左右就被扔到了前线，这和以前动辄训练5个月的精锐相比，相当于送人头。这一系列骚操作充分暴露了俄军的短板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好与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准备，这一点就是普京最大的问题。以上这一系列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俄罗斯根本无法接受。面对俄军之前的几次失败，有人还要洗地，说俄罗斯不是失败，是战略收缩，是善意撤军。切尔金直接戳破了这层窗户纸，这就是失败，就是被迫放弃基辅。他承认在撤退过程中，俄军留下了大量阵亡士兵和负伤者。根据英国国防部2025年6月的情报，俄军的伤亡人数接近100万，其中永久性战斗损失，也就是阵亡、失踪和重残，高达40万到50万，这创下了苏联解体后单一战争中的最高纪录。该报告还指出，2025年10月，俄军出现了连续多日伤亡超过1000人的情况，这对俄军的医疗救援和后勤补给系统造成了极大压力，根本救不回来。除了士兵，俄军装备也是损耗惊人，上万辆主战坦克、装甲车变成了废铁，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生锈。北约在2025年10月的简报里更是补了一刀，指出俄军在无人机和空中协同上存在明显短板。面对乌克兰的精准打击，俄军防空系统的拦截率不到40%，军队被掏空，技术跟不上，经济更是惨不忍睹。因为制裁，俄罗斯对外贸易缩水了35%。总的来说，切尔金这次发生虽然有点马后炮，但他给整个俄军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上了一课。至于切尔金会有什么结果，火力军暂时无法确定。虽然在俄罗斯禁止分享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虚假信息，但切尔金的军衔大致相当于北约3星上将，而且切尔金说的是实话，会不会被关进小黑屋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普京会对切尔金动手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